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急刹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开搞哈喽，这里是面大叔啊，与停车场里面直接出发啊。特斯拉 FD 它没有扫图的，但我们可以从停车场直接出发。我们这个视频呢，左手一直在扶着方向盘啊。新规出来了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。可以看到这里呢，它自己识别到了右边这个栏杆是出去的。当然，它现在在停车场里，因为没有扫图嘛，它现在这个能力还不够，还不能看得懂中文字，也看不懂一些没见过的标识标牌，不是100%能出去的啊。前面这里呢，特斯拉 FD 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啊，它早就识别了。我不要这种呀，能不能冲出去呀？我想触发 AB 呀，我想流量呀。当特斯拉慢慢的往前挪啊，等掉这辆电瓶车通过之后，马上就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，通过了这个路口，流量又没了啊。前面呢是一个路口啊，有一个缺口 ，FD 呢先果断开到右边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右边这边比较安全。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，因为前面有电瓶车，它再开到左边来啊。特斯拉 FD 呢，它会把这种危险驾驶的因素降到最低啊。这里呢为什么要开到右边呢？因为左边马上又是一个出口了啊，它不会把自己置于太危险的地方。然后面对右边有障的车辆呢，它也不是完全变到最左边而是中间这里跟老司机一样开过去之后呢，又开到了右边，因为它接下去马上就右转了。又没有触发 AB， 兄弟们又少了一波流量呀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急刹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红灯结束，等这个电瓶车往前开之后，它的响应也是比较快啊，开始向右边右转。它有的时候右转的时候呢，它会停一下观察一下，这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习惯啊。它反正有时候会停那么一会儿。前面马上就是一个红绿灯的左转了，现在是红灯，开过去是个绿灯。绿灯之后呢，前面很多电瓶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波左转啊，能不能触发一下 AB 冲出去啊？能不能让我这个视频有流量呢？它也是在这里等待这个直行车辆通过。又触发了一波 AB 啊！这个直行车辆一通过呢，马上就往前开了啊，挤了。因为不挤就要等红绿灯啊。可以看到它也是在挤的过程中让了一下左边这个三轮车，又没有触发 AB 呀，咋回事嘞？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急刹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好，经过一段大直线之后，我们3倍加速啊！现在看到这里，它马上要右转。为什么右转呢？因为它早就看到前面有个三轮车啊，三轮车在它前面，它如果不右转过来，就会被三轮车拖慢速度，所以它早的就规划好了路线，来到了右边，真的可以让自己通行效率高一点。然后这个电瓶车它也是马上左转啊，也是做的非常的丝滑吧？你看到这个变道啊、路径规划呀，做的都非常的不错啊。这里呢开到了右边。前面马上就有个出口啊，它可能又会开到左边去啊，加上这个三轮车在前面，它也是变到了左边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急刹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经过一个5倍速的大直线啊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吴彦祖这个帅逼啊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减速啊，很早就开始从40码减下来了，因为它已经预感到前面的车速在降低了啊，因为这里是个红绿灯路口。然后呢，他也能够预感到这个大货车要准备进入车道了，他这个速度一直不会嗷嗷往前冲的，他不会看到前面有条路他就嗷嗷往前冲，能开就先开，开不了了再想办法减速，然后再触发 AB 啥的啊，他不会干这种事情，他不会干这种事情。所以这个开 FD 呢就会平平无奇啊，你坐在上面也感觉平平无奇，他很少触发 AB 啊。这一段路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到右边来啊，这段路应该是个失误，因为左边明显通行效率要更快他选择了右边这条路。我们看看前面红绿灯，左边是不是不能直行的？但它其实左边是能直行的啊。那么它为什么一定要开这边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是什么原因？你看这里其实是能直行的啊，它一直躲在这里。虽然说它的通行效率跟前面那个大货车后面差不多，但它这一段的速度明显就是有点慢了啊。然后这里看到有个人之后呢，也是跟前车一样，稍微的避让之后再往右边开啊，再往右边开。开过来之后呢，前面要马上右转了，这一段的通行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啊。虽然说依旧是丝滑啊，但是它的通行效率呢比我开可能要慢一点，我开肯定比它快一点啊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急刹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又是一个无聊的5倍加速啊，这里早就往左转，避让右边这个占道的车辆啊，速度完全没有变化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下来呀，总个路程大概10几分钟吧。然后呢，左着走往右，马上就是准备右转进到园区了。我们是从园区里面直接出发之后呢，我们要来一个园区，看看这个园区它要怎么进去。我们是要走到左边这个路口，你看这个电瓶车，
它先往右边转，再往左边转啊，转进来之后，等到这个起降杆起落抬起来啊，它再往前开啊，全程啊没有一次介入啊，它可以完成的这么平平无奇啊，非常的丝滑，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目的地了啊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 A、B 级杀，我要鬼探头，我要流量啊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啊！不怎么会触发 AEB 的 FAD，只能靠大家支持了。